さあ始めましょう。今宵のマスカレード。さあ始めよう。今宵のマスカレード。好，不要問我為什麼穿成這樣子，因為那個家伙的扣子我穿不下。大変長らくお待たせいたしました。ようこそアベムジカのマスカレードへ。今宵はゲストの皆様のために麗しい人形たちをご用意いたしました。在 BandTree 的世界裡面，如果有哪一支樂隊能夠同時象徵着極致的破壞與重生，那絕對非阿貝穆吉卡莫屬啦。他們神秘黑暗與總是迷惘卻努力向前的買夠形成了強烈的對比。如果說買夠是尋找自我而迷路的迷子，那麼阿貝穆吉卡就是戴上面具埋葬自我，在廢墟上建立起了共犯同盟。但是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他們的代號底下全都是拉丁文？為什麼每一個成員對應着月球上面的一個坑洞？而在那精緻的面具下，那些花朵圖案又隱藏着什麼樣殘酷的真相呢？今天就讓我們撥開那一層包裹的黑色蕾絲，深入解析阿貝穆吉卡的設計美學以及神話考據。私シトゥルス。さあ始めましょう。今宵のマスカレード。在這部影片開始之前呢，大家可以先幫我熱推一下，讓更多人知道阿貝穆吉卡背後的秘密。一切的謎團可能都要從阿貝穆吉卡這個名字說起。表層的意思大家可能都知道，阿貝就是在拉丁文中是你好或讚美的意思，像是著名的聖母頌 Ave Maria。但如果我們挖掘的深一點的話，根據語言學的考據，阿貝這個詞極有可能是來自猶大基語的根詞 HWY， 意思就是賦予生命的意思。這就不僅僅是讚美了，這是一個復活的咒語。在劇情中，祥子招募成員時，其實就是在找那些現實中心靈已經死掉的少女，透過這個樂團重新賦予他們那些虛構的生命。他們是被遺棄的人偶，卻因為阿貝穆吉卡而獲得了靈魂。還有一個更細的是，穆吉卡這個詞除了代表音樂 music 和日語 musikaku 無字訣之外呢，官方其實還埋了一個非常深的彩蛋。阿貝穆吉卡的官方社群曾經使用過 Mujika Carnival， 這裡的 Mujina 的話，它的漢字寫作就是一個墨，墨是一種像是獾一樣的動物，狸貓混淆，擅長變身人類，欺騙人類。而日語有一句話叫做同じ穴のムジナ，也就是我們常說的一丘之貉。這個直接諷刺了樂團的本質。這5個人並不是因為友情、夢想這種光明的理由聚在一起的，而是為了他們各自的利益、傷痛甚至復仇的心理，才躲進同一個洞穴裡的野獸。這不是夥伴，這是共犯，這是隱藏在神聖團名之下的黑色幽默。好，那我們接下來把鏡頭拉向天空。阿貝穆吉卡的5位成員代號全部取自於月球上面的地形，也就是月海，而且大多都是象徵着陰暗以及負面的區域。首先就是 Togawa Sakiko Oblivionis， 拉丁文原意就是忘湖 Lucus Oblivionis。請各位注意一個地理事實，在所有的成員中，只有祥子的忘湖是處於月球背面的。月球背面就是地球上永遠不可能看到的一個面，象徵的祥子是隱藏最深、背負起絕對秘密的人。他的面具花紋是唐菖蒲，花語的話是忘卻。而在樂器的配置上呢，祥子使用的是這個東西與這個東西組成的多重鍵盤。在 Live 中呢，他被這些巨大的鍵盤層層包圍，看起來就像是躲在一座堡壘裡面。不同於其他成員在台前與觀眾互動，他總是站在那堡壘深處，有時甚至會背對着觀眾演奏。這完美呼應了忘湖在月球背面的設定，拒絕被看透，他將自己封鎖在那音樂的領域之內，孤獨地統治這個世界。第2位，主唱兼主音吉他手三角書華，代號 Dolores。他的名字來自於悲湖 Lucus Dolores。他的面具花紋象徵的是萬壽菊，花語的話是悲傷以及絕望的愛。作為一名頂尖的偶像，書華在蘇美時期展現的是完美的笑容，但在阿貝穆吉卡的他釋放的則是悲傷。他在樂團裡面擔任主唱以及主音吉他，這是一個非常吃重的角色。他的吉他聲線往往高亢而哀悽，就像他在歌詞裡面不斷的唱出那些無法傳達給某人的思念。第3位，吉他手落葉木，代號 Mortis。這個代號最為沉重，意思就是死湖 Lucus Mortis。他的面具花紋是菊花，在日本文化中常包含着哀悼之意。請注意木的裝備，他使用的是一把7弦吉他，與普通的吉他不同。為什麼要多一根弦呢？因為他為了追求更低沉、更厚重的音色，這種低頻的轟鳴聲就像來自地裡的死寂。木平常基本不說話，他把所有情感都壓抑在那把7弦吉他的重低音裡面，在舞台上構築出死亡的湖面。第4位，貝斯手八幡海林，代號 Timolis， 源自於孔湖 Lucus Timolis。
它的面具花紋象徵的是彼岸花，也就是代表分離以及悲傷的回憶，同時也跟他以前的經歷有關。海因使用的是一把五弦的貝斯，作為一名專業的支援樂手，五弦貝斯提供了更廣的音域來支援整個樂團的底座。恐懼這個代號暗示了他看似獨立，到處支援樂隊的背後，其實深藏了對於歸屬感的恐懼，或是害怕再次經歷樂團分崩離析的創傷。最後是鼓手洛天使若麥，代號 Amoris， 他是唯一一個不是用 Lucas 的例外。代號的話是愛灣 Suns Amoris。地理學上，灣通常是指着連接的外海，這暗示着他是為了外部利益才游進來這個內陸湖泊的局外人。他的面具花紋是蝴蝶蘭，花語的話是象徵着幸福飛來。但在鼓組的配置上，它展現了驚人的專業性。為了配合金屬樂的高速演奏，它使用了複雜的雙踏板配置。對於一個原本只是想要紅的 YouTuber 來說，這套裝備就是他展現愛的工具，也是他被迫戴上的沉重枷鎖。了解了成員的定義後呢，我們更能看懂動畫中那些隱晦的標題，從月球背面的忘卻到連接外海的愛灣，這5個人在舞台上共同演出了一場名為 Ave Musica 的戲劇。這也呼應了動畫中不斷出現的拉丁文標題，特別是第1集的隱藏主題 Subros， 字面意思就是玫瑰之下。在羅馬神話中，愛神丘比特為了幫母親維納斯保守秘密，送了一朵玫瑰給神墨之神。因此，西方文化中掛上玫瑰就代表接下來的話都是秘密。這就是為什麼他們必須戴上面具。戴上面具不僅僅是為了視覺上的帥氣，也就是標題上的具象化。當他們戴上面具後，他們就封印了現實中的自己。那個家道中落的大小姐，那個孤獨的偶像，那位沉默的少女，在面具之下，他們可以盡情釋放那些不被社会允許的負面情緒，悲傷、憤怒、恐懼。Ave Musica 的設計美學是一場極致的矛盾藝術。他們使用神聖的拉丁文包裹着墮落的本質，用象徵死亡的月球鳴演奏着尋求生存的音樂。他們是一群躲在同個洞穴裡面的墨，卻在舞台上綻放出了比誰都耀眼的花朵。Acta est fabula， 意思就是戲與中劇。但對於祥子，對於 Ave Musica 來說，這場虛構與現實夾縫中的假面舞會，或許才正要進入高潮。